约莫是知道父亲的马车快要到了，母亲的脸色也变得越发红润了。是吗？不好了，夫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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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侯爷从外面带回来2个女子，正在往大堂走呢。什么？夫人，这是柳荫，以后是府里的平妻。妹妹一路辛苦，快坐，歇歇脚。多谢姐姐。夫人就是贤惠。文寻，这是念初，柳荫的女儿，给你做妻子。见过世子爷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父亲。念初妹妹，父亲，您说什么？妻子？我是圣上御赐、明媒正娶的世子妃，您将她许给世子做妻子，那我算什么？哼！苏轼，你大呼小叫成何体统？念初是功臣之后，许给文寻是抬举他。文寻身边多个人伺候，你作为世子妃，更该尽心安排，怎可如此擅妒？你这是在跟长辈说话吗？擅妒？我嫁入侯府3年，操指钟馗，孝敬公婆，未曾有过半分差池。如今您一句话，就要凭空塞进来一个平妻，一个心腹。你们父子俩，可曾有半分尊重过我和母亲？苏青和你闹够了没有？念初妹妹身世凄惨，你怎能如此刻薄？父亲的决定，轮不到你来知会。父亲，我……天大的好事！侯爷和世子开枝散叶，是祖宗庇佑。管家，开宴，把地窖里20年的女儿红拿出来。是，夫人。清河，好孩子，别愣着，去库房把新进的云锦、蜀锦都拿出来，给柳夫人和念初姑娘做新衣，料子要最好的，别省。是，母亲。母亲，清河告退。父亲征战归来，给自己娶了新妻，给儿子赵文寻也娶了新妻。郎有情，妾有意。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，是哭还是闹？可我不想哭，眼泪好像在今天流干了。闹又有什么用？公爹是手握兵权的定远侯，夫君是板上钉钉的下一任侯爷，这个家他们说了算。我存在的唯一价值，就是替他打理好后宅，做个温顺贤良的世子妃。现在他要有新妻了。云锦、蜀锦、苏绣，每一样都价值千金。这些是我娘家陪送的嫁妆都换不来的好东西。世子妃，可让奴婢一顿好找。正堂里开宴了，夫人让奴婢请世子妃去正厅。知道了。来，侯爷，妾身给你倒酒。夫人，你有心了。妹妹，念初，家常便饭，不成敬意，快吃快吃。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。文寻啊，你可知你父亲我当年在边关那是何等威风？那一年鞑子围城，粮草断绝，老子带着3000骑兵，硬是杀出一条血路。父亲，您慢些说。慢什么慢？我还没说到要紧处。就是在那一仗之后，我遇到了柳荫。柳荫他是战死同胞的遗孀，那童兵是为救我而死的，他的妻女我能不管吗？你说我能不管吗？父亲重情重义，儿子义之名弃。那可不，年初你娘俩孤苦无依，我把你许给文寻，那是抬举你们，天大的抬举。念初，父亲说话直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老子这辈子对得起朋友，对得起兄弟，对得起他们母女。侯爷，妾身为你。
再来一杯。真恶心！世子妃，您脸色好苍。父亲，母亲，儿媳不胜酒力，就先离席了，扰了父亲母亲的雅兴，是晚辈的不是。去吧，去吧。晦气！别哭了，少夫人回来了。我忍不住，少夫人受这么大的委屈，忍不住也得忍，别给少夫人添堵了。少夫人，都下去吧。是。酒席上那话，我在廊下都听见了。什么叫抬举？咱们少夫人哪里配不上他了？嘘，小声点，这是侯府，不是咱们苏家。我替少夫人委屈。我去看看世子妃。世子妃说让我们都下去，天都黑透了，屋里一点光都没有，我得去看看。世子妃，夜深了，您安歇吧。不必了，世子妃，您别一个人闷着，奴婢就在门外守着。你要是难受，喊奴婢一声就成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。是。世子妃怎么样？一个人坐着。谁？我。母亲，您怎么？母亲，您这是？清河，听我说，什么都别问。清河，快收拾细软，咱们连夜走。走？去哪儿？离开这里，去一个没有他们的地方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这个家从根上就烂了，你还想忍到什么时候？忍到柳念珠生了长子，你被挪去偏院等死吗？是，我还在期待什么？赵文寻的愧疚，公爹的恩赐。别发愣，你的嫁妆单子呢？拿出来，值钱的能带走的一件不留，尤其是地契、铺契和银票。南城三进院，西街绸缎铺都是活产，剩下的呢，都在宫中库房锁着。笨丫头！哎呀，信丫头！你的东西怎敢放宫中？罢了，现在说这个晚了。母亲，这是侯府中柜的钥匙，我掌了20年，府里有多少东西，比你公爹清楚。他只管打仗，我只管攒钱。今天正好都带走。他们会发现的。发现？等他们发现，我们早就在千里之外了。我养了20年的心腹不是白养的，他以为带兵是本事，我让他知道治家比带兵难多了。这是外院库房的，里面是他这次的赏赐金银搬，东厢房密室的古玩字画搬，西马厩底下我挖了3年的地窖，藏着私房银子搬。怕了？不怕。当赵文寻的眼神落在那个女人身上时，我的心就死了。心都死了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记住，
女人能靠的，只有自己手里的钱和同样处境的女人。哼，男人，让他们在天上飘着，我们在地上活得比他们好。你那2个丫鬟可靠吗？春桃、秋菊都是跟我一起长大的。叫进来。今晚的事成了，他们跟我们走，一辈子富贵；不成，我们一起死，让他们自己选。夫人说了，愿意跟我们走的，收拾东西，即刻动身。我们跟世子妃和夫人走。春桃，去外院找王管事，把这个给他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秋菊，跟我来。清河，你留在这儿，把所有能带的都打包，动作快，我们只有1个时辰。嘘，动静都小点，手脚麻利一点。都好了，王管事已经把车马牵到后门，府里其他下人1人50两银子，全遣散了。明早之前，这座府就是空府。走。夫人，少夫人，都准备好了。王管家，这些年多亏你。夫人言重了，侯爷不仁，休怪我们不义。夫人对我家恩重如山，王某豁出性命也护夫人们周全。婆婆的网竟铺了这么久，这么深。王管家，按计划走水路去泉州，那边有人接应。东西脱手后，你带家人去海外，别再回来。契书我已备好。谢夫人，夫人和少夫人一路保重。上车。走吧。那里有我3年的青春，有我曾经以为的一辈子的家，现在都没有了。别看了，以后我们有新的家。玉夫人，渡口到了。好啦，别墨迹了，赶快搬东西。哎呦，秋菊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差点闪了腰。这麻袋看着不大，怎么这么沉？里头装的是金子还是银子？别问了，快搬！我猜8成是银子，小声点，搬你的。夫人，货物都搬好了，小的也该告退了。祝夫人一路顺风。去吧。这就走了，一句话也不多说，别乱说话。从始至终，这些人跟商量好了似的，没多说一句闲话，像机器一样。该散的都散了，少一个人知道，少一分麻烦。上船吧。怎么起雾了？河上起了薄雾，两岸都看不清了。看不清就不要看了，睡一会儿吧，到了自然就知道。母亲，我们这是去哪儿？去江南。我用自己的嫁妆在那儿置办了一处小宅子，没人知道。清河，我嫁进侯府时和你现在一般大，我爹用我换侯府的支持，你爹想攀附权贵才送你进门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我忍了20年，忍他带回一个又一个女人，任他把庶子庶女记我名下，任他拿我的嫁妆填军费窟窿。我以为忍到文寻长大娶妻，我就熬出头了。可我没想到，文寻和他爹一模一样。看到他看柳念初的眼神，我就知道这个家没救了。再忍，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昨天，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。我不甘心，凭什么我们女人就要忍？凭什么他们男人能为所欲为？他们不给我们活路，我们就自己杀出一条活路。母亲，我都听你的。以后别叫母亲，也别叫婆婆了，我姓林，单名一个慧字，你叫我林姨吧。林姨，哎，这是我们未来的家底。侯府那些死物，我都换成了这些。
网管是带的金银古玩目标大，我们带这些认票不认人，到了江南换个身份，谁也找不到。这是我修他的休书，我已让人增抄100份。我们平安，他就永远藏着。若他们敢追杀我们，定远侯府就等着抄家灭族。她不是侯夫人，不是我的婆婆，她是谋士，是将军。后宅是她的战场，人心和金钱是她的兵马。这一仗，她赢了。少夫人，有追兵吗？没有。这都第3天了，一直在船上，骨头都散了，什么时候才能到啊？夫人，前面是通州码头，往下运河船只多，人多眼杂。就到这儿吧，劳烦你找个位置停下。林姨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等。林老板，按您吩咐，车备好了。货呢？都在车上，米面粉油，还有几套换洗的衣服。他是我早年资助的镖局烫子手，嘴严靠得住，走官道慢还惹眼，走小路半个月就能到江南，就是辛苦些。到了，终于到了。林老板，幸不辱命。孙大哥，多谢。剩下的路我们自己走，你回家好好过日子，就当我们没见过。夫人保重。都累坏了吧？快进去休息休息，洗漱一下。啊，累死我了！我要吃2碗米饭。我托人提前安排的，周婆婆每3天来打扫送吃食，除了她，没人知道这儿住了人。好吃好吃。清河，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定远侯府的世子妃了。你想过以后要做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慢慢想。我们有钱有时间，学门手艺，做小生意，或是清静过日子，都随你。那你呢，林姨？我啊，前半辈子为别人活，后半辈子想为自己活，想去看江南园林，听昆曲，尝书上的点心，把没经过的日子都过一遍。来人，上茶！来人，上茶！人呢？都死光了！爹，爹，人呢？下人们怎么一个都不见了？厨房的灶都是冷的。我怎么知道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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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侯爷，世子，我们等了半天，连个奉茶的人都没有。闭嘴！侯爷，闭嘴！贱人！爹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别慌，别慌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坏了，坏了！我的字画，我的古玩玉器，我的金条银弹全都不见了！反了！反了！库房、账房、司库里的钱都没了，都没了！反了！
库房空，账房空，司库连根毛都不剩。侯爷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一群债主，拿着借据要债。什么债主？什么我真都不说啊！我何时欠过钱？我何时欠过钱啊？你说啊！是夫人的私印。夫人以侯府名义借了30万两白银。爹，你看这个，苏清河不是娘，他把你给休了。爹，丁原侯府完了！贱人，林慧，苏清河，我赵文勋与你们不共戴天！清河，这就是我们下半辈子的底气。春桃，你最机灵，交给你个任务。林姨，您吩咐。你去一趟镇上的大钱庄，把这些银票全部兑成现银，存进江南的户号里，再找个可靠的衙人，把京城这几个铺子尽快脱手。记住，哪怕价钱低点也要快，我们不能留任何与京城有关的尾巴。林姨，我一个丫鬟去办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怕被人盯上。别怕，你换上男装去。这是我早年在江南结识的一个远房表哥的地址，你去找他，他会帮你打点。记住，出门在外，胆子要大，心要细。是，我这就去换衣服。清河，坐吃山空不可取，钱要让它生钱。我们有多少钱，每月花多少，未来做什么，都要有计划。春桃姐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小姐林姨，我回来了，事情全办妥了。定远侯府完了，赵德殿卖所有家产还债，连祖宅都卖了，才勉强还清。皇帝知道了这件事，龙颜大怒，斥责他治家不严，德行有亏，削了他的爵位，贬为庶人。他们一家，还有那对姓柳的母女，被赶到了城西一个破院子里。那个赵文学受不了落差，天天酗酒闹事，喝醉了就打人，闹得鸡飞狗跳。那些人早已与我无关。京城的事到此为止，以后不许再提。是。清河，你看，这半个月你学得很快，账目理得清清楚楚。我们手里的现银，哪怕天天山珍海味，也足够安稳过完这辈子。林姨教得好，我才知道理财比女贱女则有趣多了。但是人不能闲着，金山银山坐吃山空，女人闲下来也容易失去精气神。我这辈子在后宅哭号20年，现在出来了，绝不再过数砖豆等天黑的日子。清河，你还年轻，未来的路还长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真正想做什么？我想开一间绣庄。哦，说说你的想法。我娘是江南名绣娘，以前我的绣品是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拔下的羽毛，现在我要靠我自己的双手，光明正大的赚钱。好，有志气。江南绣品天下闻名，你想做，我们就放手去做，要做就做最好的。清河，你看这间如何？林姨，环境倒清幽，可太偏僻了些。那些夫人小姐会愿意绕路来这深巷吗？没客流怎么赚钱？清河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主街卖普通帕子竞争极大。你说过要做最好的绣品，我们的目标是文人墨客豪门大户，在这文雅之地开店才能显出格调。太容易买到的东西反而不值钱。我明白了，林姨，这叫酒香不怕巷子深。我们卖的不仅是手艺，更是雅趣。聪明，明日我就盘下这小楼，招募绣娘我来办，怎么拿出震动江南的绣味，可就看你的了，苏掌柜。
林姨放心，我绝不会让您失望。开业喽！开业喽！小姐，这半天了，一个客人都没有，巷子是不是太深了？别急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夫人您好，里面请，看看可有合心意的绣品。这针脚配色，江南烟雨如此栩栩如生，脱俗的雅致之作。买下，挂在老爷书房，他定喜欢。掌柜的，多少钱？承蒙夫人厚爱，这幅绣品20两纹银。云秀，给钱。是夫人。掌柜的，这是20两纹银。清河，祝贺你，今天你做得很棒。这是慧心阁的第一步，也是你的一大步。林姨，没有您的点拨，我可能还在侯府等死。这杯酒，我敬您。记住，从今天起，你不是定远侯府世子妃，不是谁的妻子，你是这慧心阁的掌柜，你叫苏清河。是，我是苏清河。这山水绣得太有灵气，比千篇一律的牡丹好看多了。清河，歇会儿吧，当心熬坏了眼睛。林姨，我不累，刚想到新花样就画下来。咱们这个月进项如何？翻了1倍。我联系了南来北去的大商队，他们准备把咱们的绣品卖到京城以北，甚至西域。慧心阁在江南站稳了。天哪，我们居然赚了这么多钱！钱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是，证明了我们不比任何男人差。离开侯府，一样活得风生水起。大家都来看看慧心阁卖的坑人玩意儿，洗一次线就褪色，颜色糊成泥巴，简直是诈骗！诸位都看看吧。对，就是他。这怎么可能？你胡说！我们用的是顶级苏杭丝线，绝不褪色。你这是栽赃！哟，苏掌柜空口无凭，东西摆在这儿，不仅线劣质，花样也是偷我们锦绣坊的。你，陈掌柜，打开门做生意讲和气，你带人上门闹事，真以为我们慧心阁是好欺负的孤儿寡母？少废话，卖假货就得赔钱关门。春桃，你去打一盆清水。是。各位行家自己看，这块假的针脚粗糙，劣质棉线掉色，我们的入水不褪色，光泽如新，高下立判。陈掌柜太下作了，但奋不碰瓷，锦绣坊几十年不换花样，谁偷你们的？就是不要脸！好，你们几个娘们有种，惹了我陈某人，看你们硬气到几时！走。林姨，陈掌柜是地头蛇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要玩阴的，那就陪他玩到底。清河，关门歇息。大家都来看看啊，都别买了！这慧心阁简直是黑心肝的贼窝，卖的都是些什么烂下水的货色！大家都来看看啊！满城，这位大嫂，请问您有什么事？若是对绣品不满意，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说，
请不要在这里大声喧哗，惊扰了其他客人。我呸！慢慢说。你们慧心阁不仅用最劣质的丝线，一过水就褪色成这副鬼样子，竟然还有脸偷人家锦绣坊的独门花样，真是不要脸的娼妇做派！这位大嫂，请您自重，这衣服料子粗糙，针法凌乱，根本不是出自我们慧心阁绣娘之手。你这纯属无理取闹！哎呦喂，大家听听，被戳穿了就不认账了。我这就是昨天在你们家买的，今天你们要是不赔我10倍银子，再关门大吉，老娘今天就砸了你们这黑店！都别挤了，都别挤了，给我砸！怎么还来这招啊？能不能换个新花样？谁敢在我的店里撒野？秋菊，再去端2盆清水来。是，大掌柜。你端水干什么？装神弄鬼，也掩盖不了你们卖假货的事实。大家看好了，这就是他口中所谓我们慧心阁的绣品。各位夫人小姐都是行家，自己看。谁的针脚更细，谁的配色更雅，谁的料子更好，一目了然。哎呀，这料子过水后还是这么柔滑，丝线一点都没晕染，这算什么？这粗制滥造的东西也敢拿来碰瓷慧心阁？你说我们偷锦绣坊的花样？锦绣坊几10年来只会绣那些俗不可染的富贵牡丹，何曾有过我们这种江南烟雨写意山水的绣法？陈掌柜让你来闹事之前，连脑子都没让你带吗？你胡说八道！秋菊，去报官，就说有人聚众闹事，恶意讹诈。我倒要看看，到了公堂上，锦绣坊的陈掌柜敢不敢来保你们？是，夫人。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认错店了。林姨，还是您厉害。让诸位受惊了。为了表达歉意，今日慧心阁所有绣品一律9折。哼，臭娘们儿，真以为凭几张嘴就能在江南立足？我看你们这回还怎么做生意？哟，小娘子长得挺水灵啊，进去绣花多累啊，不如陪大爷去喝2杯。你干什么？让开！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。今天要想进这扇门，得先让大爷摸摸手。看什么看？滚！就是。今天谁敢进慧心阁买东西，老子就打断他的腿！都给我滚！少夫人，不，掌柜的，您不能出去啊！那些都是不要命的破屁无赖，您出去会吃亏的。简直是欺人太甚！光天化日之下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都给我出来！行了，都给我出来！出来！林姨，您怎么还能坐得住啊？外面的绣娘被调戏的不敢来上工，客人也被吓跑了。今天一天，我们一笔进账都没有。慌什么？天塌不下来。林姨，我们报官吧。我不信这江南的青天大老爷会任由这些恶霸当街行凶。我们带着地契和户籍去衙门，把陈掌柜的恶行告发出来。清河，你把官府想得太干净了。您的意思是，这江南水乡，水深得很。陈掌柜既然敢大白天雇人堵门，就说明他早就上下打点好了。官府和他们不过是一丘之貉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你今天去报官，明天差役只会来敷衍了事，甚至反咬我们一口。报官不仅没用，只会把我们自己拖进无底的泥潭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难道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慧心阁，就这样由着他们毁掉吗？我们才刚刚过上安稳的日子啊！清河，你要记住，在这世道上，弱肉强食，对付流氓
就要用比他们更流氓的办法。更流氓的办法？这件事交给我，秋菊，把我半个月前连夜赶制的那幅双面绣百寿图装进最好的锦盒里。是，林姨。等我回来。昨儿那小绣娘长得真不错，哎，真不错。今天要是再来，非得把她拉进巷子里双。老大，那不是曹帮堂口的黑白双煞吗？他们怎么在这儿？滚！走！苏掌柜早。你们是？辛苦几位兄弟了。林老夫人客气，帮主有令，以后慧心阁就是我们曹帮罩着的场子，谁敢来闹事儿，就是跟我们曹帮过不去。兄弟们先撤到街角，有事您言语。林姨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曹帮那可是连官府都要让3分的势力啊！您昨天晚上就是去找他们了？我打听到曹帮的老大是个极其孝顺的人，他老娘快过80大寿了，平生最喜欢的就是刺绣。我昨天亲自上门送了他老人家那幅百寿图，老太太爱不释手，曹帮老大当场就发了话，我又应承下来，以后帮里兄弟的红白喜事，绣品咱们慧心阁都包了。您竟然能想到这一步。清河，你要记住，在这世上，有时候人情比真金白银管用得多，能用手艺和人心换来的靠山，才是最稳固的。林掌柜，苏掌柜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被猪油蒙了心。我今天是特地来给2位姑奶奶赔罪的。这是100年老山参和2000两银票，全当是给慧心阁压惊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求林老夫人高抬贵手，让曹帮的兄弟们别去我锦绣坊砸场子了。我求求您了。陈掌柜，小的在。东西拿回去，我们慧心阁不缺你这点脏钱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打开门做生意，凭的是真本事，不是下三滥的手段。你若想在绣工上比拼，我慧心当随时奉陪，但再有下次，这就不是曹帮看门这么简单了。我会让你锦绣坊的招牌在江南彻底消失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听懂了。多谢老夫人不杀之恩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林姨，您快看！怎么了？毛毛躁躁的，哪还有点大掌柜的稳重样子？林姨，您看这个月的总账。自从打发了锦绣坊，又有了曹帮的庇护，我们的生意翻了足足3倍。江南周边的几个大商队都和我们签了长契。我刚才算了一下，我们这半年来赚的钱，哪怕是以前在定远侯府，也是我不吃不喝好几年才能攒下的月钱。林姨，我们真的做到了。清河，钱当然是个好东西，它能给我们底气，但你记住，钱永远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账目，我们证明了自己，证明了我们不依附男人，不仅能活下去，还能活得比他们更漂亮。我懂，我现在觉得这双手能绣出江南的春色，也能拨响赚钱的算盘，比曾经在后宅里端茶倒水要踏实10000倍。不过生意做得再大，也到了瓶颈，现在的单子太多，我们店里那10几个绣娘日夜赶工也做不出来，人手严重不足了。那我们就在镇上再贴告示，重金招募熟练的绣娘，只要工钱给的足，不怕没人来。直接招人固然快，但就不是长久之计。况且我们赚了这么多钱，除了自己花销，是不是还能做点更有意义的事？林姨，
您的意思是？我想拿出账上的1半银子，在镇子郊外买一大片地，盖一座宽敞的大宅院。盖宅院？我们要搬家吗？不，我们要去收养那些流落街头、无家可归的孤女，给他们一口饱饭，给他们一张暖床，最重要的是，教他们读书识字，教他们这门刺绣的手艺。我们要让他们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本钱，让他们将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男人，遭遇什么样的变故，都能像我们今天一样，挺直腰杆活下去。我赞成，林姨，我举双手赞成。我们要给那个院子取个好听的名字，就叫慧心院，好不好？好，就叫慧心院。天地玄黄，宇各洪荒。小雅，这里的披丝要注意，不能太用力，要顺着丝线的纹理，像这样。苏姐姐，我懂啦。等我学会了，我也要绣一幅最大的牡丹，送给你和林婆婆。好，姐姐等着小雅的牡丹。不过咱们现在不学牡丹，咱们学绣江南的燕子。以后小雅也要像燕子一样，自由自在的飞。我要学好本事，以后赚钱报答姐姐。苏清河，你竟然躲在这里发财，你把我害得好惨，我的钱都是我的。小姐，不好了，他找来了。谁？钱世子赵文寻。什么？让我进去！我要见苏清河，我是他夫君。这位客官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们掌柜根本不认识你。我要见你们掌柜。你再不走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我要见他。这不是那个在镇上晃了好几天的乞丐吗？还敢自称是慧心阁掌柜的夫君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清河，真的是你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清河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位客官，你认错人了，我叫苏清河，是慧清阁掌柜，我不认识你。不认识？我是赵文寻，我是你夫君。我夫君1年多前就死了，死在他爹带新欢进门那天，死在他对别的女人动心那天。清河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跟我回去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回去？回被卖掉的侯府，还是你们住的破院子？清河，我知道以前是我瞎了眼，是我不对，我不该被那个贱女人迷了心窍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哪怕给你当牛做马我都愿意，求求救我了。赵文寻，收起你这副可怜相吧，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。你走吧，以后永远不要再来找我。你这个不要脸的毒妇，联合那个老妖婆偷走了我们家所有的钱，害得我们家破人亡。现在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却让我流落街头，你想一走了之？没门儿！把钱还给我，把我的钱还给我！钱？我告诉你，那些钱是我婆婆林慧女士自己经营多年的私产，是我苏清河从娘家带来的嫁妆。你放屁！你胡说八道！是不是胡说？你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。赵文寻，看在曾经认识一场的份上，我最后奉劝你一句：有手有脚就自己去挣口饭吃，别整天活得像条只会摇尾乞怜的狗。
把门关上，别让外面的疯狗咬了客人。各位青天大老爷呀，看看那个毒妇吧，他卷走了夫家的全部家产，把我赶出家门，抛夫弃子啊！大家千万别去他店里买东西啊，他的心是黑的，大家都来评评理呀！由他去，他想耗就让他耗着，我们做好自己的生意就行，别脏了你们的手。没见过这么欺负人的！你们干什么？救命啊！小子，给你脸了是吧？苏掌柜也是你能招惹的，再敢在这条街上耍无赖，明天就把你手脚打断，装在麻袋里扔进江里喂王八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听懂了，大爷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下次再敢！贱人，毒妇，害我落到这般田地，自己却在这里享清福，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哟，这不是天天堵在慧心阁门口那个要饭的吗？怎么前几天被曹帮打了一顿，现在快咽气儿了？赶紧拖走，拖走，别死在大街上晦气，送到城外十里坡的破庙里去，是死是活看他自己的造化。起来，走。怎么了？吞吞吐吐的。小姐，外面都在传，说赵家那位赵公子他病倒了。知道了。听说他病得很重，又冷又饿，前几天还被曹帮的人打了一顿。保长嫌晦气，把他扔到城外破庙里去了。那破庙四面漏风，他现在又是那副身子骨，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。小姐，您真的一点都不……我真的一点都不什么，一点都不心疼，一点都不愧疚。奴婢不敢，奴婢只是觉得他现在怪可怜的，毕竟曾经是夫妻一场。秋菊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？是该躲在屋里大哭一场哀叹夫妻情分，还是该拿上银票带上大夫给他送钱送药把他治好了，让他继续像狗皮膏药一样贴在慧心阁门口，败坏我们的名声，纠缠我的下半辈子？不是的，小姐。秋菊，我问你，如果今天因为被卷走家产流落街头，又冷又饿躺在那个四面漏风的破庙里等死的人是我苏清河，你觉得那个高高在上的定远侯世子赵文寻，他会来看我一眼吗？他会施舍给我1文钱吗？不会，他绝对不会。人要先爱自己，才能爱别人。连自己都不爱，去泛滥那不值钱的同情心，去同情一个曾经把你敲骨稀碎踩在脚下的人，那是蠢。我苏清河再也不会做蠢事了。小姐教训的是奴婢糊涂了，差点被那虚伪的面孔骗了。我们能有今天，是九死一生换来的。这世道对女人本来就苛刻，我们的心要是不狠一点，怎么在这吃人的世道里立足？奴婢明白了，以后谁再敢在咱们面前提他半句，奴婢大耳刮子扇他。苏掌柜，苏掌柜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周大娘，出什么事了？慌慌张张的。秋玲不见了！不见了？什么叫不见了？她不是在后院练习打络子吗？半个时辰前，院子外面来了个男人，说是秋林的远房表哥，从老家带了他爹娘的口信儿来。秋林一听是老家来人，就跟着出去了。我当时也没多想，谁知道这都快1个时辰了，人还没回来。我去门口街面上找了一圈，连个人影子都没见着啊！那个男人长什么样？瘦瘦高高的，穿得破破烂烂，还戴着个斗笠压得很低，看不清脸。不过他走路一瘸一拐的，还在咳嗽。赵文寻，
赵文寻把秋林拐走了。什么？他好大的胆子！你确定是他吗？大娘描述的特征，除了他不会有别人。半个月前传言他在破庙快病死了，我没搭理。他这是蓄谋已久，他装病，他潜伏，就是为了今天。清河，别慌，你先别慌。他一个废老鬼，一个废人，还带个不情愿的大活人，大白天能跑到哪里去？肯定还在城里。我这就派王管事去报官。他不是图财，母亲，他如果图财，绑走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来要挟我要赎金，但他偏偏挑了秋莲。他知道秋莲是我最喜欢、最看重的孩子，他知道我在秋林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，他这是在报复我，他要毁了我最在意的东西，他要让我痛苦一生。这个畜生，死到临头还敢作恶！我要去找曹帮，一起出动，就算把这江南地界翻过来，我也要把他找出来。如果秋林少了一根头发，我要把他千刀万剐。王管事，王管事，立刻备马去县衙，让所有户院带上家伙，跟我出去找人。大叔，有没有见过这么高的一个18岁女子，穿着青布襦裙，旁边可能跟着个瘸腿男人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苏掌柜，城东的废弃水窑和乱葬岗都找过了，没有。南边的货运码头呢？有没有私船偷溜出去？都查过了，兄弟们守着水路，这3天连只苍蝇都没飞出去。小姐，您歇会儿吧，您都2天2夜没合眼了，再这样下去人没找到，您先倒下了。我不累，继续找，就算挖地3尺也要找出来。清河，喝口汤吧。母亲，都怪我，如果半个月前我斩草除根，直接让人在破庙里弄死他，秋林就不会遭此大劫。胡说八道，错的是他，是那个心术不正的畜生。你如果当时救了他，他一样会恩将仇报。清河，别慌，他一个废人，带个孩子，跑不远，没有消息，说明秋林还活着。3天了，整整3天了，他一个将死之人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他要毁了秋林啊！苏掌柜，苏掌柜，苏掌柜，找到了，在哪里？秋林人呢？城外10里，凤凰山背面的一个隐蔽山洞里。兄弟们发现了烧火的痕迹和女孩挣扎掉落的头绳，人在里面。备马！清河，带上防身的家伙。就在里面，我们怕打草惊蛇，没敢贸然进去。你放开我！你走开！救命啊！掌柜的，救我啊！叫啊！你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。苏清河那个贱人毁了我的一生，我就要毁了他最心疼的肉头。我看苏清河以后还有什么脸收留孤女？哟，哈哈哈哈！你来了，来得正好，看我怎么当着你的面毁了这个小贱人。赵文寻，赵文寻！别怕，没事了，我来了。苏姐姐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苏掌柜，这家伙还有气儿，这个人怎么处置？要不要兄弟们直接把他挖个坑埋了，干净利落，神不知鬼不觉？不，杀了他反倒脏了你们的手，还要背上人命关头。那您的意思是？送官，就说他拐带少女，意图不轨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让县太爷秉公办理。我要让他这辈子都被钉在耻辱柱上，我要让官府的判决都
断了他所有的生路。哼哼，秉公办理，好主意。苏掌柜，您放心，这官司打完，到了大牢里，我们曹帮有的是兄弟在里面，我们会好好跟他聊聊的。保证他下半辈子别说碰女人，连站着撒尿都不可能。林姨说过，女人能靠的只有自己手里的钱和同样处境的另一个女人。可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，光有钱是不够的。在这吃人的世道，慧心院的围墙修得再高，也挡不住那些躲在暗处的恶意。我们能给他们一口饭吃，教他们一门手艺，却不能保护他们一辈子。清河，衙门那边刚传来的确切消息，赵文寻的判决下来了。判了多久？因为拐骗民女，证据确凿，加上之前他在毒房得罪的那些地痞和背后的权贵施压，判了整整5年大牢。不过，这还不算最狠的。哦，他在大牢里第1天就因为抢铺位得罪了一个穷凶极恶的死刑犯，半夜里被人按在地上，硬生生打断了第3条腿。大夫去看了，说是彻底烂了，这辈子就是个废人，连传宗接代都不可能了。你就知道了，没别的话想说。他当年那么折磨你，如今落得这个生不如死的下场，你不觉得痛快？林姨，不瞒您说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里真的一点波澜都没有，不觉得痛快，也不觉得可怜。你是真的放下了？因为这个人已经彻底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，他的死活早就不配让我浪费半点心思。我真正在意的是慧心院里的孩子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们慧心院虽然能给这些女孩一口饭吃，给她们一张床睡，但我们保护不了她们一辈子。是啊，她们总要长大，总要面对这个吃人的世道。仅仅是收留他们，教他们刺绣赚点铜板是不够的。如果他们的骨子里还是畏惧，还是觉得自己是男人的附属品，一旦离开慧心院，遇到下一个赵文寻，他们依然会被啃得连骨头都不剩。清河，你想做什么？林姨，我想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，我要给他们重塑骨血。连轴转了几天，铁打的身子也受不了。快把这燕窝喝了。林姨，您来的正好，您快看我写的这份章程。慧心女子学堂改制企划，设经史字局、算术诸幻之课，聘请武师，传授擒拿防身之术。清河，你疯了！你要教他们读书认字也就罢了，你居然还要教他们算术和武功？对，不仅要教，而且要大张旗鼓的教。你糊涂啊！自古以来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老祖宗定下的规矩，女人就该在后宅里相夫教子。你教他们刺绣手艺，世人会夸你一句大善人；你教他们读书识字，只会平白惹人非议，给家族蒙羞。可你要是教他们读圣贤书，教他们舞刀弄枪，那就是在挑战全天下的男人。那些酸腐文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淹死。林姨，林姨，您怕了吗？当年您带着我搬空侯府，连夜逃离京城的时候，那些世俗规矩，您放在眼里过吗？林姨，您看看我们慧心阁现在的生意，哪一笔账目不是女人算出来的？哪一件绣品不是女人做出来的？凭什么女人就只能围着锅台转？凭什么女人读了书就叫伤风败俗？可防身武术，这也太出格了。哪有好人家的清白姑娘去学打架的？清白？遇到赵文寻那种畜生的时候，清白能当武器吗？礼义廉耻能挡住那些恶怪的拳头吗？我不想再看到第二个秋林。我希望从慧心院走出去的每一个女孩，不管未来她们是去做掌柜，还是嫁人生子，她们都有能力保护自己，有能力独立的活下去。我要她们知道，她们的命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而不是拴在男人的裤腰背上。好，
好一个命在自己手里。干了，怕什么？天塌下来，林姨跟你一起扛。谁敢拦着你办学堂，我就用慧心阁的金山银山砸死他。林姨，谢谢您。荒唐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脚。就是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教女人读书，这慧心院的掌柜怕不是疯了？女人学四书五经，学珠算，还学武术，这简直是伤风败俗。我看呐，这慧心院的掌柜就是个伤风败俗的妖人。女人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最后还不是要嫁人生孩子，伺候公婆丈夫。是啊，哪有正经人家把闺女送来学这些的？学得再好，还能去考状元不成？怎么，我们自己花钱教我们自己的女儿，碍着你们家祖坟风水了？你这是有悖祖制！女人不在家守妇道，跑出来抛头露面，简直是不知廉耻！不知廉耻！我慧心阁一年交给衙门的税银，抵得上你们这些酸奴10辈子赚的钱。你们吃着女人种的米，穿着女人织的布，现在反过头来骂女人不知廉耻！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少拿那些狗屁圣言书来压我，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。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。我们慧心院不是要培养那些只会围着锅台转的大家闺秀，我们是要培养能顶起这半面天的女人。马步扎稳，出拳要狠，别人敢伸咸猪手，你们就给我把他的爪子剁下来！东家，江南5省这季度的分店账目都在这儿了，总盈利比去年同期又翻了30%。京城那边的贵妇们现在只认我们慧心阁的牌子，其他绣庄根本没法打。还有江北的32家新店，上个月已经全部开业了。我们从学堂里新提拔的10几个女掌柜，个个都是好样的，把那些想找茬的男同行治得服服帖帖。做得好，告诉下面的人，钱不是最重要的，名声和规矩不能坏。另外，每个分店利润的抽成，按规矩拨给各一地的女子学堂。是，东家。林奶奶，我刚才这套剑法练得怎么样？好极了，比你苏先生当年强多了。林姨，你又在背后埋汰我呢。林姨，您看，我们当年的一时冲动，竟然真的造就了今天的一切。是啊，谁能想到呢？当年2个被男人逼得无路可走的女人，现在却成了全天下女人的靠山。她不再仅仅是一个绣庄，一个善堂，她是一个所有不甘于命运的女人都向往的地方。林姨，谢谢您陪我走到今天。傻孩子，不是我陪你，是你成就了你自己，也救赎了我。林奶奶，苏先生，如果没有您2位，就没有我们这些人的今天。这杯酒，我们敬您，祝林奶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祝林奶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孩子们，只要你们自己活得挺拔，我这把老骨头就算没白活。清河，今天我高兴，有件事，也是时候该告诉你了。林姨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赵德的遗物。5年前我就收到了他的死讯。他死了？死得透透的。那个侯府被我们搬空后，他欠下巨债，没多久就被皇帝削了爵位，抄了家。他带着那个柳荫像丧家之犬流落街头，柳荫受不了苦，没撑过半年就卷了钱跑了。最后他病死在京城郊外的破庙里，浑身生疮，连张破草席都没有。是以前侯府的一个老仆人可怜他，悄悄收敛尸骨，把这封信和他头上一撮头发辗转几个月送到了我手中。他信里写了什么？老仆人带话，说是他临死前的忏悔，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。那您忏悔？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。他以为几句对不起就能抹平
我被当作工具吸血的20年，人死了，说什么都晚了。清河，我这一辈子不信情爱，不信男人，只信我自己。我争了一辈子，斗了一辈子，到今天我才觉得我真的赢了。林姨，喝药了。大夫说，这副药吃下去，您的精神就能好些。清河，别忙活了，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。这药苦得很，不喝了。不行，林姨，您忘了您说过，我们要一起看着学堂里的孩子们成家立业的，您必须喝下去。傻孩子，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。我活够本了。不，林姨，我不许您走。林姨，您知道吗？前天咱们江南总店又接了一笔皇商的单子，是给宫里绣万寿图。春桃那丫头现在出息了，一个人就把几10个绣娘管得服服帖帖的。还有学堂里的那个小刺头阿兰，昨天竟然破天荒的在算术考教里拿了第1。您要是看见了，肯定又要夸她机灵。林姨，您快点醒过来吧，没有您在旁边指点，我心里总是没底。林姨，您醒了，您感觉怎么样？清河，我好像闻到了桂花的香味。是，院子里的那几株老金桂全开了，香气飘得满院子都是。您要不要喝点水？清河，扶我起来，我想去院子里看看。可是大夫说您不能见风，这夜里凉。就看一眼，我怕以后再也看不到了。好，我带您出去看桂花。真香啊！江南的桂花就是比京城的要甜。是啊，今年的桂花开得特别好，往后每年我都陪您看。清河，哎，林姨，我在呢。我想回京城看看。回京城？可是林姨，您的身体怎么受得了这么长途的跋涉？江南距离京城千里之遥啊！我知道，我这副身子骨就是个破筛子了。但我就是想在死前再看一眼我长大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有什么好的？定远侯府给了您大半辈子委屈和算计，那里只有痛苦的回忆。是啊，那个家确实没什么好回忆，但那毕竟是我活了半辈子的地方，那里有我年轻时候的影子，有我曾经走过的路。人老了，就像落叶，总想看看那棵老树。清河，就当是我这老婆子临终前最后的心愿，好吗？带我回去。好，我带您回去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。